亲爱的朋友，问您一个问题：平常餐桌上的蔬菜，您最常吃哪一种？是菠菜，是胡萝卜，还是清炒大白菜？不少人以为菠菜是最有营养的，但根据营养专家的权威评分榜，菠菜竟然只排第5。那谁排第1呢？是您熟悉的一种常见食材，价格便宜却营养惊人，被科学家称为天然的抗癌能手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份特别的榜单，全球最健康的10种蔬菜。很多您常吃的绿叶菜其实都榜上有名，不过最意外的是，大家都熟知的营养王者菠菜只排在第5名。那到底哪种蔬菜荣登第1？有哪些蔬菜医生都建议要常吃？我们接下来一一揭晓。而现在就从榜单上的第10名说起，这是一种在古代就被皇帝点名快点煮的蔬菜。是的，第10名就是被古罗马皇帝夸张地称为办事要比煮它还快的芦笋。说到芦笋，很多人可能不太常吃，但在古罗马，它可是皇帝的最爱。据说当年奥古斯都下令办事要快，就说比煮芦笋还快，可见他当时地位之高。芦笋外形细长翠绿，口感鲜嫩，富含维生素 K、叶酸和 B 群，对血液循环、骨骼健康都大有帮助。它还有一种特别的抗氧化物质，叫做谷胱甘肽，有助于肝脏排毒。常吃芦笋的人免疫力也更强。不过它嘌呤含量中等，有痛风或尿酸高的人吃要适量。烹调时不宜煮太久，3分钟刚刚好。总的来说，芦笋不仅营养全面，还很容易入菜，是老中青都适合的健康蔬菜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榜单上的第9名，这可是一位在全球家喻户晓的明星蔬菜，还曾经拥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代言人。没错，说的就是胡萝卜。虽然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菠菜才是营养王者，但事实上胡萝卜在健康榜单上的地位可一点也不低。它那鲜艳的橙色正是来自于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这种营养素在体内能转化为维生素 A， 对我们的眼睛特别好，尤其能帮助预防夜盲症和缓解眼睛干涩。对年纪大了眼睛容易疲劳的朋友来说，胡萝卜真的很重要。其实早在古代中医中就有胡萝卜明目的说法，而现代营养学也证实，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 和其他抗氧化物质确实对眼睛和免疫力有好处。除了明目的作用，胡萝卜还有不少故事，您知道吗？它原本可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橙色，几百年前的胡萝卜有紫的、红的、黄的，颜色非常丰富。直到17世纪，荷兰园艺师专门培育出橙色胡萝卜，据说是为了致敬荷兰王室的橙色王朝，从此橙色胡萝卜就成了主流。还有个冷知识，在2战时期，英国空军为了掩盖他们的雷达技术突破，宣称是飞行员吃了大量胡萝卜，才在夜间看得那么清楚。这个谣言竟然广泛传播，间接让全民吃起胡萝卜，还真是别出心裁的营养宣传。除了胡萝卜素，它的钾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纤维也不少，对心血管、肠胃和免疫系统都有正面作用。也因为含有膳食纤维，它还能帮助肠道蠕动，预防便秘。不过吃胡萝卜也要讲方法，生吃可以摄取更多维生素 C， 炒熟或炖汤则能让胡萝卜素更容易被吸收。如果想要效果更好，烹调时加一点点健康油脂，比如橄榄油，更能提高营养利用率。所以别小看这根橙橙的胡萝卜，不但能护眼，还有一身好本领。那说到身怀绝技的蔬菜，接下来这位更是许多老百姓心中救命粮的代表——红薯。第8名，红薯也叫地瓜、甘薯，不只是美味，更是历史上的英雄蔬菜。特别是在过去困难时期，很多人靠它度过饥荒，是实打实的救命薯。不过现在，红薯早已从糠菜一碗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营养界的新宠。
世界粮农组织甚至把它称为最理想的全面营养食品，不光能当主食，还能护肠胃、控血糖、防三高。红薯最大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丰富，一块中等大小的红薯，大约就含有4克膳食纤维，对促进肠道蠕动、预防便秘特别有帮助。很多长辈便秘，吃点红薯效果不错。除了纤维，红薯也富含贝塔胡萝卜素，尤其是橙黄色的品种，维生素 A 含量很高，对眼睛和免疫力有帮助。而紫色红薯则含有大量花青素，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对心血管健康很有利。更棒的是，红薯虽然吃起来甜甜的，但它的升糖指数不高，糖分释放比较慢，不会让血糖忽高忽低，对糖尿病或血糖偏高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善的主食选择。不只是营养，红薯的吃法也多种多样，蒸、煮、烤、炖汤都好吃。冬天来一根热腾腾的烤红薯，香甜又暖胃，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。不过吃红薯也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，不建议空腹大量吃红薯，有些人会觉得胃酸上涌，那是因为红薯含有一些刺激胃酸的成分。第二，如果有肾结石或尿酸偏高问题，也要适量，因为某些品种的红薯含有较高草酸。还有一个实用小贴士，如果您平常只吃红薯肉，不妨试试看连皮一起吃。红薯皮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只要洗净煮熟，对身体更有益处。所以说啊，红薯不止养人，还能治节俭，便宜又营养，是家家户户都该珍惜的健康宝藏。那接下来这位第7名，也是营养专家最常推荐的绿叶菜，它的名字几乎人人都听过，就是西兰花。西兰花又叫绿花椰菜，是不少医生、营养师心中的抗癌明星。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像一朵绿色的小树，但它的营养可是一点都不普通。首先，西兰花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，每100克大约有60到80毫克，甚至超过很多水果。这种维生素对提升免疫力、预防感冒、抗氧化都很有帮助。除了维 C， 它还富含维生素 K 和钙，对骨骼和凝血系统非常重要。对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强健骨骼、预防跌倒，这是非常实用的营养支持。西兰花的纤维含量也很高，有助于肠道蠕动、预防便秘，是维持消化系统健康的好帮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它含有一种叫罗布硫素的植物成分，这个名字可能您不熟，但它的作用可了不得，能激活身体里的解毒酶，帮助排出致癌物质，预防多种癌症，包括肺癌、胃癌、乳腺癌等。其实20多年前，科学家就是因为发现西兰花的抗癌潜力，才开始大力推广它。直到今天，西兰花仍被认为是天然的抗癌食材。西兰花的吃法也很简单，最推荐的是水煮或快炒，时间不宜太久，水开后焯3分钟就行。太久会把维生素 C 和罗布硫素煮没了，既不营养也不好吃。如果觉得它味道微苦，也可以加点蒜末、橄榄油调味，或者搭配鸡蛋、豆腐等蛋白质丰富的食材一起炒，更香更营养。不过有一点要提醒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，例如华法林，西兰花要适量吃，因为它含有较多维生素 K， 可能影响药效。记得跟医生沟通，吃得安心最重要。总之，西兰花不仅能抗癌、护骨、补免疫，而且1年4季都买得到，价格也不贵，是厨房里最值得常驻的绿色蔬菜之一。那么，讲完这位绿叶英雄，我们来看看第6名。这位是近几年才红起来的网红菜，外形像一朵绿叶花，被称为蔬菜界的超人。它就是羽衣甘蓝。羽衣甘蓝，听名字可能有点陌生，但您一定见过它。一片片深绿色的叶子，像披着羽衣一样展开，有些还带着紫边，看起来非常有气势。它其实是卷心菜的亲戚，不结球，叶片波浪状，口感偏硬。但别小看它的样子，它可是营养密度超高的健康宝。为什么这么说？
因为它的维生素 K 含量特别惊人，每100克羽衣甘蓝所含的维 K， 足是一天所需的好几倍，有助于强化骨骼，预防骨质疏松。它还富含维生素 A、叶黄素、玉米黄质，这些都是对眼睛特别有益的营养素。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，可以帮助保护视力，延缓白内障。除了护眼，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不低，和西兰花差不多，增强免疫力、抗氧化、预防感冒，这些功效它都不输。它还含有丰富的钙和镁，是植物性钙的好来源，尤其适合不喝奶或乳糖不耐的朋友。不仅如此，羽衣甘蓝也属于十字花科蔬菜，和西兰花一样含有罗布硫素、吲哚类等抗癌物质，对预防癌症、调节荷尔蒙、清除体内毒素都有帮助。不过它的口感确实比较硬，生吃不太好入口，建议用开水稍微烫一下，或用橄榄油拌一拌，加点蒜末、坚果碎，口感就柔和多了。也可以像西方人那样，把羽衣甘蓝烤成脆片，当成健康零食，炒菜、煮汤、做沙拉都可以试试看。有一点要提醒，羽衣甘蓝维生素 K 含量高，若您有服用抗凝药，还是要事先询问医生是否适合多吃。此外，它的草酸也偏高，吃之前可以用水烫过，帮助降低草酸含量，减少对钙铁吸收的干扰。总结一下，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款能护眼、强骨、抗氧化、抗癌的蔬菜，羽衣甘蓝绝对值得一试。羽衣甘蓝的确是营养新贵，但接下来这位蔬菜选手，第5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朋友，还因为大力水手而红遍全球。它就是菠菜。菠菜绿油油的一大把，价格亲民，营养却一点也不马虎。说它是蔬菜界的全能选手也不为过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首先，菠菜富含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叶酸、铁、钾、镁，几乎您想得到的重要营养素它都有。每100克菠菜，胡萝卜素含量可达2800微克，有助于保护视力和皮肤黏膜。维生素 C 约30毫克，增强免疫、抗氧化。维生素 K 更是高达400微克以上，帮助血液正常凝固，保护骨骼健康。菠菜中含铁也不少，尤其在过去常被当作补血佳品。虽然它的铁属于植物性铁，吸收率不如动物肝脏那样高，但搭配富含维 C 的食物，例如番茄、彩椒，吸收率就能大幅提升。此外，菠菜中的钾和镁对调节血压、保护心脏、稳定神经系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说到菠菜，还有一个有趣的误会，过去曾流传菠菜铁含量极高，后来发现只是早期研究者把小数点错了。但即使如此，菠菜的营养价值仍然毋庸置疑。不过，它也有一个小缺点，草酸含量较高，草酸会干扰钙、铁的吸收，甚至可能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，增加肾结石风险。所以建议大家吃菠菜前，先用热水快速烫一下，大约30秒到1分钟就能去掉大部分草酸，同时保留大部分营养。民间还有句老话，菠菜猪肝汤补血赛参汤。这说法虽然夸张，但确实体现了菠菜在补铁补血上的地位。日常吃法也很多样，炒鸡蛋、蒜蓉炒、煮汤、凉拌，都既方便又健康。若您肠胃偏寒、常腹泻，也建议菠菜熟吃为主，搭配温性食材，如猪肝、姜丝，能中和菠菜的寒凉性质。总的来说，菠菜虽是绿叶菜中的老面孔，但实力不减，是家常菜中最值得依赖的营养担当。讲完了营养全能的菠菜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前4强的行列。第4名可能比较冷门，但营养界对他可是赞誉有加，他的得分甚至逼近满分。这位营养黑马就是君达菜，也叫瑞士甜菜。君达菜又叫瑞士甜菜、牛皮菜，是甜菜的一种叶用品种。在西方国家，它是营养餐桌上的常客，在我们这却还算少见。它长得像放大版的菠菜，叶子肥厚翠绿，叶梗颜色丰富，
有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五彩缤纷，非常吸睛，所以又有个绰号叫彩虹菜。别看它低调，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一份蔬菜营养评分中，君达菜得分高得惊人，仅次于第1名，综合营养指数接近满分。首先，它的维生素 K 含量特别高，有助于强健骨骼，促进凝血，而维生素 A、C、E 的含量也都不低，是护眼、增强免疫力的好帮手。君达菜中还含有丰富的镁、钾、铁、钙等矿物质，对心脏、肌肉、血压都有正面影响。特别是其中的镁元素，有助于稳定神经系统，控制血糖，对中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友善的营养素。它的抗氧化能力也很强，含有甜菜碱、类黄酮等植物活性物，帮助清除自由基，减缓细胞老化。有研究指出，君达菜中的成分可能对保护肝脏、调节血糖也有辅助作用，因此也被认为是糖尿病友好型蔬菜。那么，这样营养密度高、表现全面的君达菜怎么吃呢？它的做法其实和菠菜类似，可以蒜蓉清炒，加橄榄油炒着吃，或是做汤搭配奶酪焗烤，味道都不错。叶子软嫩，叶梗稍脆，口感清新，带点微苦，适合搭配调味料或香料料理。但要注意2件事：第一，君达菜草酸也不低，吃前建议烫一下再煮；第二，它的维生素 K 含量非常高，服用抗凝血药的朋友应先咨询医生。如果您在市场上找不到君达菜，也可以留意甜菜根上长出的嫩叶，那其实是它的亲戚，营养价值也相当高，别轻易丢掉。总的来说，君达菜是那种低调但强悍的蔬菜，既美观又美味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为中老年人的营养加分不少。说完这位黑马营养王者，我们即将进入3甲行列。第3名，相信您从小吃到大，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国民蔬菜，它就是大白菜。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人餐桌上最熟悉的一道菜了，不管是包饺子、炖豆腐、做酸菜，它几乎什么都能搭。它长得朴素，味道也清淡，很多人因此小看了它。但您知道吗？在国际营养评比中，它却是当之无愧的营养明星。大白菜含水量高，热量低，却富含维生素 C、K、叶酸、钾和膳食纤维，是非常典型的高营养低负担蔬菜。每100克大白菜的维生素 C 含量大约有40毫克，跟苹果、橘子比也不逊色，对增强免疫力、防感冒都有帮助。它还富含钾元素，有助于调节血压、保护心脏，非常适合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长辈。而叶酸则对预防贫血、维护血管弹性也有帮助。孕妇补叶酸，常吃大白菜也很不错。另外，大白菜的膳食纤维柔软，不刺激肠胃，既能促进排便，又不容易胀气，特别适合肠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。中医认为，大白菜性平，味甘，能养胃生津、清热解毒。冬天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白菜豆腐汤，真的是又暖胃又养生。除了养生，它在抗癌方面也有不小贡献。大白菜属于十字花科蔬菜，含有吲哚类、异硫氰酸酯等天然抗癌成分。这些成分可以帮助身体解毒、清除致癌物，甚至能调节体内的激素代谢，对乳腺癌、结肠癌等有一定预防作用。美国一项研究甚至将大白菜列为抗癌蔬菜第2名，仅次于大蒜，可见它的实力不容小觑。而且它价格亲民，储存方便，不论是炒、炖、煮、凉拌，怎么做都好吃，是实实在在的百姓保健菜。不过要注意，大白菜属寒凉食物，体寒、脾胃虚的人建议熟吃，不要一次吃太多生的，避免腹泻或胃寒。此外，如果您喜欢吃泡菜，也别忘了控制盐分，因为腌制白菜虽然美味，但含耐高，吃多了会升高血压。总的来说，大白菜虽然平凡，但它的养生价值一点也不低，可谓白菜价金牌营养。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榜单的第2名，
它在西方被誉为天然多种维生素片，但在我们这里却常被忽略。它的名字叫做西洋菜。西洋菜听名字或许有点陌生，但广东人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——豆瓣菜。很多人习惯用它来煲汤，说它清热润肺，是体虚咳嗽的良药。但您知道吗？在营养学界，西洋菜可不仅仅是煲汤菜。美国疾控中心 CDC 曾对41种果蔬做出营养密度评分，也就是看每100卡路里的食物能提供多少关键营养素。结果，西洋菜得了满分100分，排名第1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实打实的数据。西洋菜富含维生素 A、C、K 以及钙、镁、钾、叶酸等各种对身体极有帮助的元素。每100克西洋菜的维生素 C 含量甚至超过橙子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、抗氧化、修复组织。它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 A， 保护视力、皮肤和免疫系统，而维 K 则帮助骨骼健康，防止钙流失。西洋菜含钙量也不低，是不喝奶或不适应乳制品的人不错的补钙选择。不仅如此，西洋菜属于十字花科，和西兰花、大白菜是营养兄弟。它也富含罗布硫素、撇兰素等植物化合物，有助于解毒、抗炎，甚至降低癌症风险。英国研究发现，让一组吸烟者每天吃1小碗西洋菜，坚持2个月后，体内的氧化压力下降，细胞受损程度也减少了。虽然不是灵丹妙药，但西洋菜确实在抗癌、防慢性病方面有不小的潜力。除了健康，它的历史也很有趣。早在公元前5世纪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开医院时，特地种满了西洋菜，说它能净化血液。古罗马士兵打仗前会吃它增强体力，英国工人阶级甚至拿它夹面包当早餐，便宜却营养十足。在香港、西方国家，西洋菜既能入汤，也能做成沙拉、三明治，风味清新，略带微微辛辣，口感清爽。但要提醒大家，西洋菜属寒性，肠胃较弱或体质偏寒的朋友最好煮熟后吃，避免引起腹泻。另外，由于它多半是水生植物，烹前记得用淡盐水浸泡，清洗干净，才能吃得安心。总的来说，西洋菜价格不贵，营养却顶尖，确实是被低估的绿叶之王。听完西洋菜，您可能以为排名第1的一定是羽衣甘蓝、菠菜这类绿叶巨星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最终拔得头筹的，竟然是一种我们厨房里天天都有的小东西。它味道辛辣，外表平凡，却是医生口中的天然抗癌王——大蒜。是的，您没听错，第1名就是咱们家家户户炒菜少不了的大蒜。它其貌不扬，却是健康界的隐形冠军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曾把大蒜列为天然抗癌食物的第1名。许多研究也发现，吃大蒜多的人，胃癌、大肠癌的发病率会更低。关键就在于大蒜里一种特别的成分——大蒜素。这种含硫化合物在切碎或捣碎大蒜时才会释放出来，它能抑制癌细胞生长，帮助肝脏解毒，增强免疫力，还能抗菌、抗病毒，是天然的小抗生素。2战时，苏联还用大蒜泥消毒士兵伤口，称它为俄罗斯青霉素。除了抗癌抗菌，大蒜还有降血压、降血脂、护心血管的功能。大蒜中的硫化物能让血管放松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降低坏胆固醇，提升好胆固醇。所以医生们常说，炒菜时放点蒜是保护心脏最简单的方法。大蒜营养虽多，但用法也很讲究。第1，最好先把大蒜切碎或拍碎后静置10分钟，再下锅炒或凉拌，这样才能激发出最多的大蒜素。第2，大蒜不宜高温久炒，温度太高会破坏有效成分。最理想的做法是，菜快炒熟时再放入蒜末，略微翻一下即可。第3，肠胃不好的人不宜空腹大量吃生蒜，容易刺激胃黏膜，可以选择熟蒜，或者尝试吃些黑蒜，也就是经过发酵的大蒜，刺激性较小，
有些朋友担心吃了大蒜口气重，这确实是小困扰。餐后喝点柠檬水、咀嚼茶叶或口香糖，都有助于缓解气味。总的来说，大蒜便宜、易得、耐放，吃法又多，炒菜、凉拌、炖汤，放一点就能提味又养生。别小看这一小瓣大蒜，天天吃上一点，它就能在默默中守护您的心脏、血管和免疫系统。现在我们已经把全球营养最强的10种蔬菜一一介绍完了，接下来不妨一起回顾这份榜单，看看有没有您常吃的菜，也看看哪些值得您重新重视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全球最营养的10种蔬菜，从清爽的芦笋、明目的胡萝卜，到抗癌冠军大蒜，每一样看似平凡，却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。这些蔬菜有的价格亲民，有的常见易得，重点是它们营养密度高，热量低，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食用。但吃的健康，并不只是靠1、2种神菜，关键在于搭配、均衡、多样化。您可以这样做：每天吃2到3种不同颜色的蔬菜，像是深绿色的菠菜、西兰花，橙色的胡萝卜、红薯，白色的大蒜、洋葱，形成彩虹饮食。1周内轮流安排这些蔬菜，每种都吃一些，哪怕只是几口，也能给身体补上关键营养。深色叶菜多烫水，十字花科蔬菜清炒快煮，大蒜后放不久炒，这些小技巧让营养不流失，身体更容易吸收。还要记得，蔬菜虽好，也要讲究方法。草酸高的如菠菜、君达菜，先烫水再煮。有肾结石、甲状腺问题的朋友，蔬菜搭配要特别留意。平时炒菜别怕加一点橄榄油，能帮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。听到这里，您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今晚餐桌上该加点什么菜？其实健康从来不是难事，它就是每天多加的那2筷子青菜，是您从今天起多花1分钟挑选的新鲜蔬菜。愿这些蔬菜不只是餐盘上的配角，更是陪伴您长久健康的好伙伴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内容您觉得实用吗？您有没有常吃这些蔬菜？有没有哪一种是您的健康秘诀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也欢迎分享给家里的长辈朋友，让更多人吃出健康，吃得安心。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也欢迎订阅银铃智慧频道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和您一起聊养生、讲生活、说心理，陪您越活越自在，越活越安心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